大师，你帮我算一算这台手机吧。哎呀，这不是 iPhone 13吗？怎么还有这么大一个鼓包？施主啊，你这平时都不怎么爱惜手机，都这么大个鼓包了。哎，今天算我跟你有缘，老夫免费帮你修了这个东西。大家好，我是 Apple。之前京东公布了618自营的手机销量 ，iPhone 13可谓是一骑绝尘，足足卖了280多万台。第二名的 K50呢，怕是连13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难道为了提升销量，卢总只能双语直播带货啦？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但是卖得好的手机呢是有共通的地方的，嘿嘿，比如它们都是直屏。看来大家对直屏的手机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只要价格足够便宜，边框约等于不硌手了。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直屏手机 ，OPPO 的 Reno 8 Pro Plus。外观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眼是给 Reno 8 Pro Plus 的这个下巴给惊喜到了。直屏再加上超窄的下巴，把原告 iPhone 13给抬上来做对比之后，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在模仿 iPhone 这场比赛中 ，iPhone 13只能拿第2名。Reno 8 Pro Plus 的下巴做的是真不错下次继续努力，最好把这该死的挖孔都给干掉。除了屏幕下巴让人印象深刻之外后盖这个凸起的这一大块相信也是很多人一眼定真，相信也是很多人一眼万年。Reno 系列呢，终于和 Find 系列在设计上接上轨了，和 iPhone 的大刘海一样，以后你再看到这样子凸出来的一大块，就知道，这是 OPPO 手机啦。而且这样的一体凸起工艺还不简单，确实是有独特的感觉。喜欢这个设计的人呢，就跟喜欢吃臭豆腐一样，觉得它又香又臭。Reno 8 Pro Plus 的中框是铝合金的材质，做了磨砂的处理。开机键呢在右边，音量键呢在左边。对于 iPhone 的用户来说是非常友善了不用再重新去调整按键的位置就是这个屏幕指纹解锁这位置有点太靠下了每次都得往下挪一下才能摸到。整机呢只有183克7.34毫米的厚度，属于是轻薄型的手机。我手上的 Reno 8 Pro Plus 是逍遥青的配色属于淡雅的青色，比起 iPhone 12 mini 的青色呢还要稍微冷色调一点另外还有漫游灰、暗涌黑Pro 版本最近还新上市了鸢尾紫一共3种配色，大家更喜欢哪一款颜色呢？总的看下来这个外观满分1到10分，你们会给它打几分呢？性能上 ，Reno 8 Pro Plus 搭载了天玑8100 Max、UFS 3.1和 LPDDR5 这套组合，日常使用和游戏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光说没用，得体验之后才知道行不行我先跑了一下娱乐兔毫不意外这款手机只跑了80万分那证明什么呢？证明它的性能呢应该是没有过剩的。逊这个 Reno 就是逊啦。再来试玩一下主流的手游王者荣耀是可以全程120帧超高清画质下运行的，而且还不卡顿也不掉帧，重点是也不太怎么发热天玑的处理器呢确实比火龙要冷静很多。和平精英在流畅画质下可以开启90帧，游戏的整体呢也会流畅很多。至于这个画质嘛，我是肉眼看不出有啥变化的。一局吃鸡下来呢，手机呢就有一点点发烫了。至于3A 大作原神在自带的游戏挂窗里可以看到全程都是40到49帧之间跳动的，总体来说还算是稳定但是玩久了手机是会发烫的，特别是这个位置。最后我还玩了一款最近比较火的手游蛋仔派对，在设置那里呢选择了高清画质和高帧率，帧率可以从30帧拔高到60帧，游戏整体呢也会变得流畅，但是手机的发热呢不算特别明显。4个手游玩下来我个人自己的感受就是 Reno 8 Pro Plus 的纸面数据不强，但是得益于天玑处理器的加持，游戏体验呢反而不错，总体呢流畅，发热呢也不算非常的严重。真好用，真好用，真好用。日常使用呢也没有遇到卡顿掉帧的情况，整体上流畅稳定就是 OPPO 的系统这个媚味有点浓厚用着怪熟悉的。
拍照上啊，后置2颗看着很大啊，其实尺寸呢只有常规大小的镜头，再搭载了1颗凑数镜头，组成了3摄组合。啊，就是这个闪光灯嘛，还有点出戏，我还以为是手机的防盗线呢。镜头规格呢，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亮点啊，优势在于 Reno 8 Pro Plus 用了自研的影像芯片啊，这年头没有自研的芯片都不好意思出来做手机了。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友商，跟我走吧。请问你有自研芯片吗？有啊。请问你有自研芯片吗？有啊。请问你有自研芯片吗？有过。请问你有自研芯片吗？我们的人都被你挖走了，还自研个毛线！我了个傻逼！OPPO 这个马里亚纳的芯片呢是6纳米制成的 NPU 芯片啊，可以让成像更加的清晰，色彩更加的真实。讲这些没多少意思啊，直接上样张对比吧，大家来看看它的效果，认不认可？这颗影像芯片还让 Reno 8 Pro Plus 啊支持4K 的录像啊，晚上也能够拍得清晰。最后简单说一下它的续航啊，4500毫安时的电池，最高支持80瓦的 SuperVOOC 快充，官方数据呢是31分钟可以充满。纸面数据中规中矩了，毕竟今年100瓦快充应该是最主流的，而且日常使用啊，感觉手机掉电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快的。还有就是啊，它不支持无线充，对于已经习惯了这项功能的我来说，这一刀砍的，就像你们男生把生命中的白月光都砍没了。最后再做个总结 ，Reno 8系列作为终端主打线下的手机，在外观上呢和自家旗舰接轨，后盖一体式的设计啊独有一番韵味。在性能的调教和拍照上啊表现也不错，玩游戏流畅啊，发热不算严重，拍照呢色彩符合审美。但是啊，续航中规中矩啊，掉电有那么一丢丢快，也不支持无线充，对手机电池有高要求的朋友啊，估计就会纠结了。那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一台 OPPO Reno 8 Pro Plus 吗？好了，以上就是视频全部内容。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1键3连支持下。我是 Apple，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么么哒。